大家好，我是阿牛。今天我要分享的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英雄传奇小说的巅峰之作《水浒传》，一部《水浒》。今天咱们就来讲讲《水浒传》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它凭什么可以吸引100年来人们的争相传阅和无尽赞叹呢？洋洋洒洒100万字，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注定它能圈粉无数，当然也注定了它命运多舛呢，爱他者盛赞之为千古奇文，恨之者痛骂他会盗贼书。明清两朝500年间，尽毁《水浒》者不在少数，但这部书却一直顽强坚韧的，就这么一代传下来。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水浒传》的无穷魅力，它究竟在哪儿呢？时至今日，咱们为什么还要读这几百年前的老古董呢？首先，各位，咱们来思考一问题：一部成功的小说，一个精彩的故事，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这条件呢，可以说是千百种。可是要我说呢，一部成功小说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定是因为它扮演了一个造梦者的角色。不管是你爱看的武侠、奇幻、修仙、穿越，还是爱情偶像剧，无非那是给观众造了一个梦一个跟现实有别的梦，一个让人陶醉的美梦，或者是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噩梦。这《水浒传》也不外如此。但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水浒传》给中国人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别致的梦呢？要我说，《水浒传》它满足了咱们普通平凡人的英雄梦在这里头，你看吧，梁山好汉们组成了一个可以云游天下、肆意畅怀的事。店内人人传颂着英雄的传奇，他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也是侠肝义胆情义千秋肝胆相照。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就这本让无数说书人读书人津津乐道的《水浒传》，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英雄梦，它是通过什么方式给造出来的呢？这个英雄梦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答案就是书中素。造的100单八将，正是这108位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梁山好汉，把我们对英雄的想象活生生的那么给勾勒出来了。而这也正是《水浒传》最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像明代大才子金圣叹所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修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180个人性格都写出来了没错古往今来写英雄的，那是车载斗量；写侠客的也不缺其人。可只有这《水浒传》写的呼之欲出，甚至达到了顶峰的状态。而且最了不起的是，这108个人各一面，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辨识度极高。按今天的话说，人人都有自己的标签，人人都是 IP。举个简单例子吧，宋江和武松这看上去都是官员出身吧。是你再细琢磨他俩的性格，宋江说话偏儒雅，行事偏稳重，即便做了强盗，讲的是礼数，谈的是忠孝。可你再看那武松做过都头，是个武官，所以武松行是果决，说话干脆粗爽，当中自带英豪之气。除此之外呢，这《水浒》在呈现给我们一个英雄幻梦的同时，还不忘深刻地描绘人性的种种复杂。是英雄他也有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你说武松打死老虎，那是为民除害大的英雄，这没错。你说宋江仗义疏财及时雨，大家都仰慕他追随他，这也没错。可是你再想想，这武松这位大英雄，响当当的大好汉，为了找张都监复仇血溅鸳鸯楼，杀了元凶本人还不够，居然还不分好歹残害10几个无辜妇孺，残暴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搁现在的话讲，这单看这个案子，这叫变态杀手你是不是非常毁三观呢？所以《水浒》里的人物并不是咱们多数人以为的那样单纯的英雄，单纯的好人，他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他们多数人是游走在灰色边缘，同时混杂了魔性和人性的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咱们读来才倍感真实一群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一个百读不厌的英雄梦，更是一个真实而残酷的世界，一群真实而残酷的人。刚才咱们说了，《水浒传》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奇书？那现在咱们再聊一个话题，这《水浒传》主要讲的什么内容？这一提《水浒传》不管读没读过的多数人一拍大腿都能说上2句。这《水浒传》还能讲什么呀？英雄好汉处报安良，大块喝酒，大碗吃肉，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呗。你要是再问，可能又有人会甩出几句耳熟能详的词句，什么官逼民反中间斗争替天行道农民起义劫富济贫等等等等。各位，按我说，这《水浒传》其实是讲了一群魔王接了封印，转世成人后，经人世种种历练，最终除掉魔心，由魔成神的故事经。
不惊喜亦不意外，这么多人解读《水浒》，没有人敢这么说吧？我估计啊，您心里又得想了，得嘞，您肯定啊，大清早没睡醒说梦话呢，您是不跟《西游记》记串了？这是说水浒好汉吗？这不是说孙猴呢吗？好家伙，人家梁山好汉玩的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人家玩的是行侠仗义、扶危济贫啊！各位，您要是这么想啊，我就得批评您一句，您不能不读原著，光看那个影视剧的改编版、刻板印象，害死人。就换句话说，如果探讨三国史时，您不能拿《三国演义》来跟我聊，您得拿本《三国志》。这为什么我说《水浒传》有点像修仙小说呢？不信您听我往下说，《水浒传》翻开之后，第一回特有意思，这题目啊叫张天师弃不恩义。洪太尉误走妖魔，讲了个什么事呢？话说宋朝仁宗皇帝在位京城闹瘟疫，死亡甚多，民不聊生，可把满朝文武都给愁得够呛啊！这范仲淹就进谏了，说要咱宣张天师来做法，人家天师啊了得法力高强啊，让他给上帝打个报告，化解一下民间的瘟疫。于是呢，仁宗皇帝派个人去请张天师派去的这位仁兄，咱们就叫他洪太尉。这洪太尉正上山请人呢，谁知道呢？张天师未卜先知，人是天师嘛，神仙呢，老人家直接撇下钦差，飞往京城救灾去了。那洪太尉那完成了皇帝交代任务，心情甚好，这打算呢顺着路在山上看看风光，旅游出差，顺带旅游，这是常事。这谁知道游着游着游到一处禁地，只见上面写着3个大字伏魔殿。原来啊，这伏魔殿是前代天师镇压魔王的地方封印，重重轻易，您可碰不得。没想到这洪太尉手欠呢，好奇心强啊，他不听劝呢，所谓好奇害死猫啊，非要见见这传说中的魔王，他长个什么模样啊？不顾众人劝阻，硬是让人掘开封印石碑，这下了不得了。这石碑一挪开，腾的一下子，一团黑气拔地而起，把半个垫脚给掀塌了，然后冲到半空，散成百十道金光而去。这故事开篇的一团黑气，就预示着梁山好汉们要出场了。您看我没瞎说吧？按照水浒传的整体构思，就是一群魔王意外逃出封印，转世成人后，经人世种种历练，由魔成神。那接下来听我跟大家具体讲讲这部书的核心内容。这水浒书分为2大部分，咱们全解啊，可以分为2大部分。第一部分前71回，这部分内容呢，采取了一种叫百川入海式的连锁结构，主要讲述分散在全国各地的108条好汉是如何产生联系，又是如何同归于梁山呢？到底他们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呢？跟一个人有关，此人姓高名裘。各位熟读《水浒》的都知道，那也是位大佬啊。这高俅啊，原来是个泼皮无赖，机缘巧合之下做了驸马府的一名卿。随后来呢，因为擅长踢足球，抱上了九皇子端王大腿。这端王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宋徽宗，徽宗天子。一继位，高俅自然跟着水涨船高啊，竟然一路混到了太尉官职。你要说这高太尉啊，就得引出一个人80万禁军。教头叫王进，这王进呢，过去跟高俅有些过节，这回高俅得势啊，王进害怕，怕啥？怕高俅公报私仇啊。其实人之常情，原来还是你们单位实习生呢，你见天不是骂他就是批评他，结果他是你处长了，你说你不害怕吗？王进同样是这个心里怕高俅公报私仇，于是卷了铺盖，带着老母逃命去了。这高俅和王进呢，跟咱们熟知的宋江、林冲有啥关系呢？您别急，听我往下说。王进逃亡路上碰到一个喜欢舞刀弄棒的中二少年，这少年叫史进。这史进呢，臂膛上纹了9条龙，有个绰号叫九纹龙啊。王进跟这九纹龙俩人打了一架，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啊。为啥呢？这九纹龙史进原来的功夫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他拜的老师错了，人家不教他真招，净教他一些花架子。换句话说呢，强身健体可以看着好看一点，不中用。可是这王进是什么人呢？80万禁军教头，相当于这个陆军部队里边的这武术总教官、格斗教官，人家那都是真功夫，一招制敌，一招毙命的。所以啊，这九纹龙史进打不过王进，可是呢，九纹龙史进有个好年轻人，好学习，于是就拜王进为师。这王进呢，一看小伙子挺谦虚的，就专教他棍棒功夫。没成想师傅前脚一走，徒弟后脚搞出事来了。你说这使劲好死不死，惹上附近3个山大王，后来被人告发官府捉拿，这才不得不投奔他乡。这一下就引出个重要人物军官鲁达，又称鲁提辖。就这么一天呢，史进、鲁达还有李忠，这哥仨正在酒楼上面喝酒聊天，聊正高兴呢，就听隔壁啊有人哭哭啼啼的。仔细一听，一对卖唱的父女俩，哎呦，哭的这可怜呐！一问才知道，原来这女孩
受了当地恶霸正途的欺凌、骗财骗色，这鲁达义愤不过，当场慷慨激昂，赠送银两，罚送这父女俩。回乡后来呢，找那卖肉的正途要个说法，这就是咱们中学课文里边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不成想啊，这镇关西啊可能是个输出，它本身太脆了，3拳下去活生生把这镇关西给打死了，人命关天，血债血还。这没办法了，鲁大哥呢只好弃职逃亡，转投五台山，出家做了鲁大师，得了法名智深，又被称作鲁智深。这鲁智深呢，平时就玩惯了喝酒吃肉那一套了，他哪受得了佛门的清规戒律啊？所以啊，剃度之后是天天搞事儿啊，搞到后来这寺中的长老脑袋都大了，只好写了封介绍信，说我这儿啊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神。哎，我在这个东京汴梁大相国寺有一师兄，人家佛法高深，而且那大相国寺了不得，那靠近京城啊，所以我在那儿给您谋个差事，表面上说的好听，实际上我可把这亲爹送走吧，我受不了了，这活祖宗这是好了。这鲁智深一路南漂到了东京汴梁，这儿就又引出一核心人物，80万禁军教头林冲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这高俅高太尉自己混蛋也就算了，他过继的儿子高衙内也是个小混蛋，不但混蛋，而且好色，因为看上林冲的娘子长得漂亮，百般设计，陷害林冲，整的林冲好好一个军队教官，活生生就变成了流放犯。这还得靠鲁智深一路护送，才没死于半路上的种种暗算。这到达流放地之后，接着变是《水浒传》中最经典的桥段之一，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各位啊，咱们林教头啊，那可是从国务院直接下放到街道办的高衙内，那厮还不放过他，这是要赶尽杀绝。正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到了这般田地。林冲是实在忍不下去，果断反杀，杀了他的老朋友陆谦，血液投奔梁山。魏权且放下鲁智深、林冲，这边咱们再来看另一头的几个人物。宋江大家都懂，那这是《水浒传》头号人物，未来梁山泊老大宋老大呀，原来是个生活富足的地方公务员，一时昏了头呢，在外边包养个情妇叫阎婆惜，再一不小心他和梁山反政府组织有密信往来，被这小情人发现了。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与小三反腐，这就不好办了。宋江越想私了的这阎婆惜啊，就越是百般要挟，狮子大开口，你得这么着，你得那么着。宋江一怒之下杀了这小情人，前往投奔小旋风柴进。那柴进又是谁？更不得了了。这柴进是根正苗红的黄恩岱，当年周世宗柴荣早逝，留下孤儿寡母守江山不久，殿前指挥使赵匡胤、陈桥兵便黄袍加身夺了柴氏，天下开立宋朝，自己当皇帝，估计也是抢人家东西，心里不好意思，满怀愧疚赵匡胤登基之后，不但对柴氏子孙加以厚待，更颁了块免死金牌，护佑柴家。这官府是轻易不敢惹的。应该说宋江找柴进，那还真找对了人了。那人有免死金牌，说句实在话，杀个把个平头百姓也轻易官府不敢插手。那所以宋江找了一个好靠山，更重要的是宋江这一去，在柴进山庄里恰巧结识了另一个咱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打虎英雄武松武松不但打虎打得家喻户晓，他嫂嫂潘金莲私通西门庆的丑闻也是闹得全国闻名上了各种热搜榜，叫这对男女趁武松不再勾搭，惩奸谋害其兄武大郎。松回来之后呢，干净利落的弄死2人给兄长报仇，却因此成了一名流放犯，到了流放地监狱武松结识了监狱长的儿子施恩，这施恩借着他爹的资原开酒店经营小生意，因为自家酒店被一个叫蒋门神的人占了市场份额，长期怀恨在心，亲自上门武斗，打不过蒋门神能打，于是变了法的讨好武松，想请武松出手。说白了，跟现在花钱请人打架一回事，我打不过你，我雇人弄你。你想武松什么人呢？能打死老虎的主，那拳头能是吃素的吗？没两下武松咬掉蒋门神，没了劲。狄施恩酒店终于霸占市场，可是好景不长这武松很快遭到蒋门神的靠山张都监暗算，险些丧命逃脱之后，武松怒杀张都监全家，落草为寇，梁山好汉又添一员神将话说这宋江和武松在柴进山庄分手之后，也遭遇了一系列狗血事件，七拐八拐的宋江也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这发配就发配呗，本来也没什么，他倒霉就倒霉在宋江有一回兴致好，喝高了，人喝高了容易办些糊涂事，喝大了之后呢，就在酒楼墙壁上
边公然提了手反诗，在封建年代那可是板上钉钉的死罪，甚至是剐罪啊！梁山兄弟们跑去劫法场，这才把宋江等人救出，一同上了梁山，就这样连环勾。锁一个引出一个，梁山好汉是越聚越多，多到什么程度，让朝廷都感觉到赤裸裸的威胁决心是派兵剿灭。可是呢，神奇的是再次发生许多奉命前来讨梁山的军官都因为打不过，被宋江俘了虏了。这要按照一般人的头脑逮住敌人，基本上咔嚓一刀了事儿。可是宋大哥他不是一般人呢，人家是表演界的影。地演讲界的天才樊玉，这等战俘呢，宋江以礼相待，一解绳索，二拜见，最后一句万金油，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见宋江情愿让位于将军，效果如何？那必须杠了董平、关胜这样的猛将，无一不是拜倒在这招之下呀。说到这108条好汉，终于全部聚气忠义，堂前天工作，每彗星撞地球一般，砸下了一块石。界上书众人姓名，替大家排定了36天罡72地煞的座次，这梁山势力就达到了顶峰。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觉得很神奇啊，天上一个彗星上面怎么有字呢？我告诉各位，就算是真的，10有8九都是人刻上去的，这事儿不用纠结。各位啊，我这絮絮叨叨的108条好汉，终于聚首梁山，《水浒传》第1部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相比起来，《水浒传》第2部分那剧情就简单多了。71回之后，直到大结局，咱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江河直下式结构聚齐的3-8江如百合共归大海。从此，他们鲜少再以个人形式出场，而是结成一股江河洪流，滔滔而下，共同行动，共同举止。这梁山兄弟们呐，先是数次迎战朝廷派来剿灭他们的正规军，2败同冠3赢，高俅侥幸胜利，最后全体受招安，改编成朝廷正规军，给大宋东征西讨接连经历了退辽国、征方腊、辗转各地、征战连年，到最后啊，死走逃亡，那真是死的死，走的走，残的残，鲜有善终。108条好汉，最终只剩下27人。后来啊，这些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基本上没能逃脱接踵而至的厄运封官赏爵。不久，宋江等人便遭奸臣毒手宋江、卢俊义毒发身亡。李逵被宋江拉作陪葬，吴用、花荣在宋江墓前自缢而死。曾经的轰烈烈曾经的豪气干云，就这样躲不过黄土一杆，归于寂灭篇章。末尾，宋徽宗给他们塑金身造神像，接受万民顶礼颂扬他们为国为民征战的豪情壮。志，您说这是悲剧，是圆满，是解脱，还是遗憾？无论如何，那些曾经惊艳过我们的方天神迹，那些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江湖豪情，那些热热闹闹的情仇恩怨，终于还是不在了，只余下一壶好酒，一场大醉，一夜好梦和一纸传说，一群魔王转世成神的故事归于完结。各位，梁山好汉的故事是不是让人心潮澎湃？不过大家想过没有，梁山好汉之所以令人向往，那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不能有的鬼才异能，有常人所不敢有的自由豁达。但是各位得注意，梁山好汉们的超人才能，既是让他们替天行道的利器，也是一瞬间变成毁灭他人的暴力。他们的自由无拘无束，也可以变成藐视秩序，造成混乱、杀人不眨眼的自私自利。你会发现呢，拥有常人所不能有的能力，其实背负着更多的责任。一念之间可以作恶，也可以行善。举个例子吧，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那燕顺本是贩羊卖马的生意人，后来因为买卖赔了，本就转行做起了强盗。王英呢，也是转专业过来的，他原本是个快递小哥，结果有一次送货的时候见财起意，竟然打劫了客人，后来越狱跑路，以拦路抢劫为生。而且这2位打家劫舍不算完，还喜欢挖人心肝下酒，这完全是恐怖片里限制级的镜头啊！再说李逵解将周法场救宋江那回，李逵是手持双板斧，见人就砍，那多少无辜百姓倒在血泊当中。还有3打祝家庄，李逵把已经投降的扈家庄上下屠杀殆尽，纯粹是发泄个人情绪。这黑旋风发作起来，一双板斧既会砍向恶势力，也会嘲笑无辜之人。你说是恐怖不恐怖，害怕不害怕呀？当然了，《水浒传》中人并不都是如此比如说林冲、武松，那就是妥妥的官逼民反呐，身世可怜，遭遇坎坷，公平正义又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取得，只好剑走偏锋。他们之所以上梁山呢，是为了
对抗腐败黑暗的朝廷，可是反过来仔细想一下，这些自诩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他们仗着技高一筹，人多势众，就没有杀害过无辜吗？他们的所作所为，那都合乎天理吗？所以说，英雄技能就好比一把快刀利刃，既可以让凶手来杀人，也可以让战士保家卫国。关键你怎么用力气，虽大，武艺再高，却在犯法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也只能为祸一方万人。唾骂我们从书中学到的第一点就是珍惜技能，慎选人生路啊！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所说的：“你那么憎恶军人，和他们斗了那么久，琢磨了他们那么久，最终却变得和他们一样。这世上没有任何理想值得以这样的沉沦为代价。”所以啊，咱们从书中学到的第二点就是不忘初心，坚守底线方得。始终从水浒英雄，我想说的是，一念成佛，一念成魔。英雄只是有奇才之人，他不是神仙，不是耶稣。基督也不是释迦牟尼，他可不具备先天的道德优越性。英雄是向善还是从恶，从来都只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而就算英雄打算站在善的那一边打算，在黑暗的另一边，也不是从来都正确以毒攻毒，不一定是个好手段。为了对抗邪恶而把自己变得邪恶，那叫得不偿失啊！只有同时提醒自己坚守人性的底线，才能避免梁山好汉们的错误。当然了，以上的种种仅是一家之言，它不是标准答案。欢迎大家讨论交流书。说至此，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接下来咱们要跟各位聊的是一个理解水浒的核心话题。这梁山好汉们为啥要招安？上一回啊，咱们给各位说到《水浒传》是中国古代英雄传奇小说的巅峰巨著，莫仲彩的塑造了宋江啊、林冲啊、鲁智深等等一大批英雄好汉。所谓36天罡、72地煞，各自都带有他们的传奇故事和惊人技能，犹如百川入海，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梁山归队。然而就在梁山势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宋江一个招安的决策，把这个大家庭彻底推向不归路退，辽国平方腊征战。连年后，这100单八将死的死，残的残，走的走，鲜有善终啊！曾经的轰轰烈烈，曾经的豪气干云，就这么着归于寂灭。可以说，正是招安让许多年辛苦打拼出来的梁山事业一步步走向覆灭，也直接导致了108条好汉非死即残的凄惨结局。咱借用李逵大兄弟的一句粗话，这就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把兄弟们的命啊都给招进去了。无论你是看小说也好，还是看电视剧也好，很多人看到这儿都会咬牙切齿、撕心裂肺的想，这宋江真是窝囊，招什么安呐？哦，为了你能风光玉绝，你把我们哥们儿性命都搭进去了，那是什么兄弟啊？兄弟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但是你为了你自己，你把我们哥们儿全都给搭进去了，这是兄弟吗？你这就是渣男呐！当面哈哈笑，背后刀出鞘啊！另外还有很多人想不明白，这宋江为啥招安呢？自己关上门，独门独院，在梁山过自己的逍遥日子，这不挺好的吗？大块分金，小秤分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你到了朝廷有这么自由吗？你当了官，你不得给朝廷干活啊？你不得任人揉捏啊？这个道理宋江不知道吗？所以很多人气这个宋江，恨这个宋江。当然了，很多年以来也有不少的人在解读宋江为什么要招安，很多人也想不清楚为什么这100单八条好汉要接受这个招安。所以咱们要理解《水浒》这本书，搞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咱们今天讲的还是那句话，先声明，再投了一家之言，不是标准答案，也不是板上钉钉。恐怕这事儿的标准答案，只有施耐庵他老人家在世才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剩下的咱们就1000个人。看水浒啊，咱们就有10000个观点吧。咱们从3个方面来扒一扒梁山走上招安之路的原因。第一个，很多人都说过这个问题，就是宋江的个人意愿和个人志向。第二个，从梁山好汉的构成成分，咱们来分析分析。第三个，从梁山的客观条件，咱们再来说说他是不是非招安不可梁山。如果不招安，守不守得住咱？那么先来说什么是招安。简单来讲，就是官府对那些自立山头、称王称霸的民间组织许给一定条件，让他归顺朝廷，用为己用。类似于今天咱们说的呀，那据话曾经啊，也有一位老前辈跟我说过，叫端谁的碗呢，扶谁的管，你不能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这不对啊！你不是想造反吗？得嘞，我许你仨瓜俩枣，我养着你，今后您就是官家的人，你就不能再胡作非为了。可是梁山好汉缺不缺这仨瓜俩枣呢？很多人都觉得不缺呀，我自个儿占山为王，我一直是大
晚喝酒，大口吃肉，快意人生，多快活多自由啊！那他们接受招安又是为了啥呢？这里边的玄机啊，没有人比宋江知道的更多。作为梁山的头号人物，宋江那心深处的小九九，那小算盘是导致梁山走上招安之路的核心因素。那宋江到底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招安呢？咱给各位理一理啊。首先，对宋江来说，招安是回归正常社会的通行证，只要招了安，我管你以前干过什么事儿啊，那些杀人放火，那些烂账黑历史，通通一笔勾销，不用坦白从宽，你就能清清白白重新做人。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回归正常社会对宋江他们来说有那么重要吗？各位，非常非常重要。宋江什么人出身？是宋押司混官场走仕途的，前半生都是自由行走在正常社会秩序之下，落草为寇。对宋江来说，那叫被逼无奈啊！你想，他能不想念正常社会的空气吗？能不想昂首挺胸走在阳光之下吗？我出去逛个街，到 KTV 唱个歌，到饭店喝个酒，到哪儿住个店，我不用隐姓埋名，不用躲躲闪闪，这种日子宋江难道不想吗？各位，你如果不信，我以同样官场出身的林冲为例。林冲在遇到高衙内之前呢，算是个挺低调的人生赢家，身居帝都，有套房子，官位不小，老婆漂亮，自己一身好武艺，再加上3、5好基友，时不时出来约个饭，喝个酒，吹个牛，人生这日子过得这美啊！结果呢，人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自从官二代高衙内看上林娘子，这林教头10几年的辛苦奋斗教，咦，朝全毁，前途没了，他能忍呐？婚姻没了继续忍，最后好朋友都叛变了，他还忍。流放途中2个官差要杀他，他还得忍到了沧州，只要能在草料场做个看门，他就能忍得下去。奈人家要赶尽杀绝，不让你忍呐！鲁智深曾经再三劝他落草，林冲都没答应，他可叫一忍再忍忍的，都觉得这男的有点忒窝囊了你。那一身好本事哪儿去了？你那一身男儿血性哪儿去了？他就这么一直忍着，他就是不愿意落草，因为他想做个清清白白的正经人呐。为啥呀？很简单的道理啊。一旦落草为寇，他就成了整个社会所不容的黑恶势力，从此要背负着骂名啊，上全国的通缉单，红色通缉令，玷污祖上，一辈子不能光明正大的出门，这个代价你付得起吗？过去有句话叫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为贼，走到哪儿他都摆脱不开这个贼字，你说他能不忍吗？那武官出身，一身热血的林冲都尚且如此，更别说这从小深受儒家思想洗礼的宋江了。在被人戳一辈子脊梁骨，被人骂一辈子强盗，和回归正常社会取得合法身份之间，各位您想想宋江会怎么选？他肯定选择后者。别说是宋江，我告诉各位，就是现在跑到国外那些贪污犯，那些红通犯，你跟他说你回来，我给你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份，你以为他愿意漂泊异国他乡啊？他时时刻刻都想回来啊！你不信，你看《人民的名义》里边跑了那个丁义珍呢，在国外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以为当逃犯的日子那么逍遥啊？开什么玩笑啊？那只是你的一个幻想而已。这也是宋江本人想招安的第一个基本原因。再一个，对宋江来说，招安还是一条大捷径。什么捷径啊？飞上枝头变凤凰，我这么说对不对？咱们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和他的人生理想。宋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您可能会说了啊，梁山首领啊，土匪头子宋押司这些都对，但是宋江的自我评价可不是这样的。书说第39回，宋江在浔阳楼喝高了，写了首诗，就跟今天发了个朋友圈一样。这首诗前半节提供了答案，这几句是这么写的，叫自幼曾攻京师，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也就是说呀，宋江的自我评价非常高，爱说从小啊学习就好，阅读广泛，我还是个文化人，长大之后了不得了，更是智商高，能力强，有新机会来世啊！我是个有抱负的大好青年，可如今呢，虎落平阳背，犬欺龙游浅滩遭虾戏啊！我就像那猛虎窝在荒山里，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哥们儿，我是怀才不遇啊！那宋江想干嘛呢？他的人生抱负是啥呢？书中第32回，宋江就跟武松说过这样的话，说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借酒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篡的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搏得个风妻印子，酒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各位，你听到了没有？这就是宋老大的人生理想，一刀一枪清。史留名风妻因子，宋江可不像李逵，只长身高不长智商，每天吃吃喝喝侃侃人就十分满足。他追求的是更高级的东西，比如说社会尊重，比如说光宗耀祖，比如
如说青史留名，而这些是他当强盗头子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那么他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理想呢？参加公务员考试，你别逗了，他去科举考试那叫自投。罗网顶天算他个投案自首，你别说是古代，哪怕是现代社会，高考和公务员考试能脱颖而出进体制内当官，那也得是万里挑一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更何况古代呢？你看看范进中举，一读书人考到50来岁，连个秀才都没捞上，好容易中了个举，高兴的都疯了。他宋江要做官得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过关。战将不停地考，何况他早已经没这个资格，错过这个机会。如今落草为寇，他反而看到了剑走偏锋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招安，招安意味着和朝廷化敌为友，有反抗朝廷的黑社会分子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而且还带编制，享受退休金。现在只要你肯招安，只要你肯投降，上头就给你来个高级职称。妥妥的一条升官发财、迎娶白富美、走向人生巅峰的大捷径。你说哥你动心不动心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原来宋江如果想从一个县城的押司一路熬到封妻荫子这级别，他这辈子都甭想。可是他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后，这个机会居然又来了，因为他通过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有了跟朝廷谈判的资本。之前你个小小的押司，你别说跟朝廷谈判，就是上头随便来一个官，你都得跟人家赔笑脸，你哪能跟人谈判要官？可如今我不一样，我是梁山老大，我盘踞一方，你还久攻不下，我就有跟你谈判的资本，凭着这个资本，我就能够封妻荫子，我就有青史留名的希望。所以你说你心动不心动？你说你要不要招安？如果连你都动心的话，那就更别提1000多年以前的那个宋江了。他的面前摆着俩字儿“招安”4个字，必须招安。更关键的是，在梁山的重要人物当中，类似宋江这样想法的根本不在少数。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是梁山好汉，他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梁山好汉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这问题实际上很复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千万不要因为流传着农民起义的说法，你就认为这帮人都是农民出身。没错，梁山好汉当中是有那么几个农民，但是在我看来，整个梁山它就是个小王国呀，各种阶级成分都有啊。如果做简单粗暴的划分，大体可以分为4类：黑帮、古惑仔型、社会精英型、土豪不差钱型国家。干部型有人说有那么复杂吗？且听我一一道来。第一类，黑帮古惑仔型这一类人呢，早在上梁山之前，他们干的职业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打家劫舍、抢吃抢喝，只不过规模还小，地区还分散。后来呢，他们就带资入股，梁山被宋江给兼并掉了。代表人物吕方啊、郭盛啊等等，这吕方和郭盛是俩杀马特少年，只因为生意赔本，一怒之下冲上山头，从此就打家劫舍，时不时的跟人争地盘、干厂价。有一次干架干得正嗨呢，被路过的宋江劝和掉，这才一起归入了梁山第二类社会精英型古语。有云360行，行行出状元，《水浒传》100单八将，有很多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堪称各个行业里的状元。搁着今天，这都是社会精英型人才。比如说吧，打鱼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阮氏三雄，打猎的谢珍、谢宝，卖水产的张顺，人家绰号浪里白条，你就知道那水性大成什么样了。撑船的张衡，经营酒店的朱贵，外科大夫安道全，偷东西的石谦，打铁的苍龙道士，公孙胜，乡村教师开包子铺的张青、孙二娘等等等等。严格来说，真正以种地为生的正经八百的农民，只有咱们宋老大的亲弟弟宋清小哥了。当然了，在这些各行各业的人里边，有些是真正的守法公民，纯靠手艺吃饭，比如说阮氏三雄啊、二谢啊、安道全呐；有的呢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表面上是正经生意人，背地里干的是杀人越货的勾当。比如说朱贵的黑酒店呢，母夜叉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铺啊，专门打劫往来客商，把这精肉骗成把子肥肉，煎油点灯杀了有钱的来客，做成人肉。这场面搁今天拍成电视剧，那都是限制级的，那都是暴力血腥场面，不打马赛克根本过不了审。你打了马赛克，可能都不让你播。第三类土豪不差钱型，可能有人就不干了，说土豪不差钱了，他干嘛还落草为寇当强盗去打什么劫？他劫谁啊？他比谁都有钱，他怎么劫啊？他不是上海人讲话斯瓦特来。各位别惊讶，这水浒的好汉当中确实有几个富一代、富二代，甚至皇恩代啊，代表人物不用我说你都能想起来，卢俊义和柴进啊。卢俊义用说大家都熟悉梁山泊2号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二当家的绰号玉麒麟，又称卢员外。这卢员外上山之前富甲一方，资产亿万标准的高富帅，可惜呀，
钱多人就傻，被宋江骗得团团转，最终落得家破人亡，只能留在梁山。过去那些草莽流寇，那卢俊义有估计啊，看都不想多看一眼，我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如今你也没辙了，只能跟草莽流寇称兄道弟了。再说这位柴进更了不得了，上回给各位介绍过呀，周世宗柴荣的子孙，根正苗红的黄恩岱，平时最喜欢结交豪侠义士、仗义疏财，林冲啊、宋江啊、武松啊、李逵啊，那都是当年他们家的门下客呀。后来因为不幸惹上官司，被贪官打入死牢，蒙宋江出手相救，上把梁山落草为寇。除此之外，梁山好汉的构成还有一类人，国家干部型，哪几位呢？咱们都数一数吧。宋江，宋老大，即使与宋江原阵线押司，大体相当于现在县公安局分管档案的副局长豹子头林冲，80万禁军教头，约等于现在武警总队的武术教练或者格斗教练，霹雳火、秦明、青州兵马统制相当于县。在一个军分区司令员花和尚鲁智深经略府提辖，相当于现在军队里的一高级军官呐。武松阳谷县步兵都头，约等于现在县公安局局长、刑警队长。听听这一个个官衔，你别说官大小吧，听着都吓人呐。都说梁山100单八将可排名前20的16个国家公务员干部出身，剩下4个俩富豪，外加俩知识分子。所以各位，你千万别云以为梁山好汉就是一群小农家土匪，他们的领导阶层那是一个比一个来头大呀，基本上那都是一帮来自统治界极内部的高干，而且他们才是梁山这个小王国的中坚力量、骨干分子啊！这帮人原本都是朝廷的人，现在却逼上梁山落草为寇，说来那叫一把辛酸泪啊！逼上梁山，逼上梁山，这逼上梁山也得分了2类，一种是被社会所逼，比如林冲啊、武松啊，世道不公，在原本的世界生活不下去了，这才被逼无奈走上了反抗之路来梁山安身。但是还有一种呢，是原本他们生活美滋滋的、爽歪歪的反土豪的土豪当官的，当官却被梁山势力逼迫不得不转投梁山，而这类人其实占了更多数。你要搁着你一下从人人羡慕的国家公务员、国家军官堕落成全国通缉的黑社会老大，你能干嘛？你肯定不能啊，对不对？那宋江哪能不考虑到这一点呢？所以在招降这类国家干部的时候，宋老大除了以礼相待之外，更要给他们画一张招安的饼啊！将来一旦招安，不仅能回归正常社会，甚至可以取得比之前更高的官位，这是宋江许诺给这群人的投降条件。所以这群排位靠前，在梁山坡握有重大话语权的朝廷军官，也成了宋江招安决策的最忠实的拥护者。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说过，说这人呢，他潜藏着5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从基本需要到高级需要。依次是什么呢？叫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要活着呀，首先就得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比如吃饭啊、穿衣啊、住房子啊、医疗啊。理需要满足了之后，人就有安全需要，也就是追求一种所谓的安全感，希望职业安全的、生活稳定啊，免于灾难和战争啊，未来有保障啊。那安全需要有了，那紧接着就产生了归属于爱的需要，希望自己得到别人的关怀、理解、爱护啊，等等等，这些都满足了。还有一种尊重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承认。但是站在这个需求层次最顶端的，那叫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个人只有实现了他的理想抱负，把个人能力发挥到最大程度，他才会真正快乐，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啊！为什么说这些？各位，前面咱们分析了梁山好汉的组成成分，有一部分是黑社会古惑仔，有一部分是土豪不差钱，有一部分是社会精英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家是国家干部啊。对古惑仔和大多数社会精英来说，他们的需求层次很基础。梁山上有吃有喝有玩有住，还有老婆孩子，有家眷老小、结义兄弟，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都不成问题了。人生在世满足这些基础需要之后，他觉得人生就圆满，不需要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了。比如说吧，打鱼的阮氏三雄最羡慕的就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翁吃酒大块吃肉的绿林生活。跟他讲什么忠孝节义理想抱负理解不了，你让他们想那些，他就得说你闲得慌。但是对那些富豪阶级和国家干部来说那不一样，他们多数人都像宋江一样，打小接受的是正统的教育，忠孝观念根深蒂固。在那些基础需要之外，他们还有被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希望建功立
业青史留名必定不能满足于终身就做个强盗头子，所以对于阮氏、三雄李逵这类普通古惑仔，梁山足以满足他们的人生需求，对招安自然不感兴趣，但是没用。真正的话语权是握在像宋江、卢俊义这些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吏和富豪手里的。因此梁山高级管理层的强烈需求是梁山走上招安之路的第二大主观原因。在《水浒传》当中阮氏兄弟想的是过一辈子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的山大王生活，李逵之流成天叫嚣是要杀上东京抢皇位。那么咱来分析分析梁山的现实条件究竟能不能供他们实现人生理想呢？这答案肯定是不能。首先咱们说说梁山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这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就不允许。根据史料记载，从五代到北宋末年，黄河有过3次大决口，洪水滔天，一路倾泻直奔梁山脚下，与古巨野泽连成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水。这就是书中所写的好汉们的根据地。800里梁山坡，也就是说梁山坡多是断头岗，没绝境，凌峦四面高山险峻，说好听点叫易守难攻，说不好听点5法宫中你种地不可能同样是搞占山为王地方割据，人家方腊好歹还占了8州25县根据地，足够大，物产足够丰富，如此一来才有了和朝廷长期分庭抗礼的资本。可是梁山呢，您连粮食都不能自给自足，您拿什么跟官府死磕呀？根据古代打仗的经验，就这样的孤城官军来了，根本都不用打，根本就不用攻，只要断其粮道，团团包围，等你弹尽粮绝的那一天，不战而破。所以你想坐拥梁山，说关上门我过自己的小日子，迟早完蛋，因为这日子你过不上。第二个，梁山的人员配置也不允许在梁山这个创业团伙里面，武将人员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几个搞后勤、搞文职的，比如说看病的安道全搞文书的这萧让咱先来说说梁山好汉最得意的武力值吧。而梁山能打吗？梁山的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书里边描述的2赢童贯3败高俅，还收服了不少前来征讨的朝廷军官，攻打大名府、无为军、祝家庄等等，基本上没输过。你听起来能打呀，屡战屡胜了不得。其实未必，你别看自家赢了多少，你就分析分析对手童贯、高俅，这都什么德行大宋朝4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这高俅最擅长的是踢球，要不他怎么叫高俅呢？童贯最擅长的溜须拍。他能发迹纯粹是命好，咱也不多说了。赢这几个军事菜鸟，他打架也许还可以打仗，他绝对是外行。你这赢这玩意儿，他能算是军事成绩吗？你想想林冲是什么人？是80万禁军教头，听起来官挺大的这个武警总队的武术教练，可是按照今天级别来衡量，有人估计过林冲可能就是个正连级或者副营级的这个职位。鲁智深呢，他不过是个提辖正规军当中有多少人才谁知道大宋朝的正规官军有多少军事人才？如果说大宋朝官军都是不堪一击的话呢，金宋两国交兵怎么打了那么多年呢？那金国那些骑兵呢都是废物点心呢。所以你真别小看大宋官军，他真要派个特靠谱的官员率一支正规军集中力量去围剿梁山，这帮人他还能扛得住吗？讲到这儿，肯定有人不服气，人家梁山怎么着人也是能打，要不然能聚到梁山能打，我信肯定是比我能打呀。但是你看看后来招安之后，这108个人争个小小的方腊，死的死，残的残，损伤大半。如果真像李逵说的上东京抢皇位，估计门都没摸着，自己先死绝了咱再说。如果真是率军攻城略地，梁山上有没有能守住城、守住江山的人才呢？打下来新地盘怎么办？谁管谁来搞治安？谁来搞经营？谁来搞管李在武将占绝大多数的梁山配置里边，谁能担此重任呢？最后还有一点，梁山上的人才储备不足，人都有生老病死纵然梁山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人才会凋零到时候怎么补充新鲜力量呢？朝廷人家可以考科举文举、武举选贤任能，江山代有人才出嘛。你梁山也搞科举，你也张贴广告广招天下贤士到我梁山入伙，补充新鲜血液。你开什么玩笑你只能吸引那些不务正业、只想喝酒吃肉分钱的社会底层 loser。你除了流氓就是流氓嘛，要不就是一些犯了法的作奸犯科的人到你梁山这儿来躲着来吗？不就是这么回事吗？等现在的这批高质量武将老了病了死打不动了，那时候你梁山又该何去何从？这我还没算你的兵力损失呢。你光有江没有兵行吗？光杆司令自己去打仗去，你就算是浑身是铁，你能打几
柯丁子难道说就靠着108人的子孙后代接替父业？不好意思，这108个人不一定人人都有后代。梁山多数好汉一把年纪还是单身狗，而且立场坚定的反婚主义者，女朋友都没有你好和尚好几个呢，你开什么玩笑？哪来什么子孙后代啊？何况哪个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子子孙孙都做贼啊？一旦你当了强盗，那你全家都是强盗。前面我不说了吗？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自身为贼，你世世代代都是贼。很多好人家到死也不愿背个强盗的名儿头。所以啊，无论是梁山泊的地理条件、梁山好汉的成员构成，还是他们的人才储备，都不经打我，都不用打我，靠时间磨我耗，我都能耗死你。现实因素决定。招安是梁山好汉们的必然结局，换句话说，也是唯一的出路。更何况还有宋江的个人理想在驱动，有梁山领导阶层的整体诉求。总的来说呀，往今来几乎所有黑帮只有2条路能通向终点，一是被灭，二是洗白。尽管宋江这个人比较一言难尽，他的招安决策也被无数人痛骂，但其实这已经是当时的最佳选择。如果梁山真的负隅顽抗到底，那么他们的最终下场无非就是被擒拿正法，押赴京城，凌迟处死。而招安虽然也免不了结局凄凉，但他至少已经让兄弟们从强盗洗了白，变成了一名烈士，为了家国百姓殉难而死后还受朝廷追封青史留名，永垂不朽吧，还能重返天庭，油墨成神。比之前者，这已经是难得的体面和圆满了吧。好了，各位，咱们今天呢就讲这宋江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招安。说到这，咱也算给各位说完了，同意不同意您自个儿琢磨去吧。那么接下来下一集咱们要跟各位谈谈《水浒传》当中最后一个问题，《水浒传》里的那些女性角色。第一讲呢，咱们给各位说到《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英雄传奇的巅峰之作，施耐庵给咱们造了一个锄强扶弱、情义千秋的英雄梦。这个英雄梦是怎么造出来的呢？就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江湖儿女角色，比如林冲啊、李逵啊、武松啊、鲁智深呐，只要一提起水浒老幼妇孺，个个都能跟你聊上几句。不过你发现没有，咱们说江湖儿女，江湖儿女可是《水浒传》大部分您知道的都是好男儿的故事，那这江湖儿女里边的女上哪儿去了呢？是不是很好奇？作者施耐庵他是怎么了呢？是曾经被女性伤害的太厉害，失恋18000多回，还是骨子里边就有所谓的厌女症呢？一部100万字的《水浒》，这女性为啥集体消失？仿佛这地球上就没有女人，就算出现了零星几个女性角色，多半惹人嫌，要么是长相丑陋、行为粗鲁，要么淫乱放荡、毒杀亲夫，要么她就是男人的陪衬，这是零存在感的。我估计不少女性听我这么一说，肯定会愤愤不平，拍案而起。凭什么呀？这里男性角色个个是出彩的，怎么一到女性非淫即汉、非丑即蠢，还必须结局凄惨？这作者施耐庵究竟揣着个什么心？他在写下这些女性角色呢？为什么《水浒》作为4大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却背负着性别歧视的恶名呢？难道说《水浒传》里的性别观就是当时社会真实的性别状况？今天咱们就跟大家来掰扯掰扯《水浒》里的女子及作者的女性观。首先呢，咱们捋一捋梁山上为数不多的女英雄。咱们都知道水泊梁山好汉100单8名。这100单8将里边105位是男性，超过了总数的97%。剩下3位女性呢，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和仪仗亲扈三娘。您听这绰号吧，母夜叉、母大虫、孙二娘和顾大嫂这2位大姐，跟什么倾国倾城、花容月貌这类高颜值词汇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她们反义词，就连评个5观端正估计都难呢。就这长相，别说搁在崇尚女子娴静温柔的传统社会，你就搁今天吧，这追求个性化的这社会里边，就这样的女性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在婚恋市场上那也不占优势啊，对不对？咱们先来说说母夜叉、孙二娘。夜叉是什么？佛教里边一种恶鬼，永见报恶，还会吃人呢。在有的地方呢，把这夜叉当成护法神来供拜，那最多就是个保镖。咱们还记得哪吒吧？哪吒在去东海游玩的时候打死巡海夜叉，为什么打死他？长得太难看了，就这么难看不打死你，对不起天下父老乡亲啊！所以3拳2脚就把这巡海夜叉给打死了。你想想，得难看到什么程度？那母夜叉这么凶悍的一个绰号来形容一个女子，你觉得这女的能好到哪儿去？这合适吗？这个按照书里边写孙二娘的行径，告诉各位真合适啊！话说这位孙二娘啊，强盗出身，土匪世家，自与丈夫张清杰
为连理之后就把这强盗工作搁下不干了，在十字坡头开了个夫妻店，专卖水酒点心。表面上呢做的是正经买卖。要说呢，很多年轻人混蛋过荒唐过结婚之后，一般来说都浪子回头了。我初中有好几个同学聚会的时候，一提起当年，打架呀，什么这个抢钱呐，什么这个跟人家逃学上网啊，现在都结了婚。大家彼此哈哈一乐，都说一句话：年轻那晚不懂事。你看这话什么意思呢？其实没多大岁数，都是30多岁，不到40。那为什么说这话呢？是结了婚之后知道照顾家，知道负责，有个词叫浪子回头，还有个词叫洗心革面。结了婚了，长大成人了，我自己挑门过日子，我得把这小日子过得美滋。对呀，可是孙二娘没有婚后，非但没收起野心，反而变本加厉的恶毒到什么程度？凡是进她这夫妻店的有钱的，你就走不了了，必定下药劫了你的。才他看着不顺眼的，必遭虐杀。各位杀和杀可不一样，咔嚓一刀把人砍了是杀孙二娘，不是他把你杀了之后还把你剁成馅和上菜包上包子往外卖。搁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这都叫十恶不赦杀人狂魔呀！各位，你说用夜叉来形容他合适不合适？你这想起来就让人犯恶心呢，你更别说他那长相了。横眉杀气，眼露凶光，腰肢车轱辘般圆手脚，棒槌一样粗，脸上铺一层厚粉，搓2坨胭脂。各位啊，这模样要是真照这么形容画出来，挂门上能辟邪挂床，上能避雷挂床，头能避孕了，这哪是人呢？这不就是避邪兽吗？这你说好不容易有个女英雄吧，你怎么把她写成这个德行啊？那凭什么林冲、武松这些男性英雄一出场，不是一身好武艺让人佩服的劲，就是好人被冤枉让人同情的厉害啊！就连他们杀人，咱都有人拍手叫好，难道这女人只有让人嫌恶的份？我想这其中一个原因很现实，就是假如你想一个细皮嫩肉的女人就混迹在这梁山这群阳刚糙汉子中间，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这前些年有个说法叫羊入狼群啊，估计那叫自身难保，所以丑陋啊、粗暴啊，就像极了糙汉子的男人婆呀。这样在这儿梁山105条好汉中间，这才是安全的，是符合逻辑的，更是梁山需要的呀。要打造梁山这样一个阳刚世界上山的女子，就只能被男性化呀，这叫客观因素。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熟读水浒的人就被跳出来了，说老刘你这不对，你这叫一瓶子不满呢，半瓶子晃荡。人家一丈青扈三娘天生丽质，不女性不温柔，你说的没错，但扈三娘不仅漂亮，而且骁勇善战，这叫啥呀？这叫颜值高，而且还健康，都骁勇善战了，难道不健康吗？怎么说她也是女神级别的人物啊？但是让我说呀，你先且慢动嘴夸扈三娘是不？是女神，咱们值得商榷。为啥呢？至少她不真实。咱们呢一块来聊聊这扈三娘为什么？我说她不真实，就天底下任何一个女人她都不可能这样。为什么？你听我跟你说，这扈三娘啊，她本来是扈家庄的千金小姐，和另一个大户祝家庄早早定下婚约。咱们现在所说的人生赢家，你就不过如此吧？为啥呢？你简单啊，我扈三娘，我家里就有钱，长得又漂亮，我又一身好本事，嫁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公子，这是人生赢家了吧？你说要啥我都有，老公家里有钱，而且这公子听说武艺也不错，我自己那就更别说了，我长得又漂亮，家里又有钱，我又一身好本事，你说这是不是人生赢家？可坏就坏在祝家庄不长眼呢。跟梁山闹了点矛盾，两边一伙拼打得死去活来的这位扈小姐，作为祝家未来少夫人，得出手相助吧，一路凭着身手武功过关斩将，就把梁山那些所谓好汉那都打得哇哇叫啊。不过呢，最终栽在谁手里呢？80万禁军教头林冲栽在他手里，被活捉到。梁山在这场战役当中啊，先是他未婚夫惨死在梁山好汉之手，紧接着凶残成性的李逵啊，大板斧一抡，把他扈家上下杀了个鸡犬不留，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余老幼均是无辜惨死扈家庄，从此灭门。各位，这是什么仇？这叫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何况你杀我满门，这是灭门惨案呢。换了谁，这扈三娘铁定我要跟李逵拼个你死我活，这叫不共戴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跟你拼了，我宁可抱着你一块跳崖，咱俩一块死也算血。我这灭门之仇报我这丧家之恨呢，他得想尽一切办法，我得把你梁山这伙贼寇给灭了，你是不是这道理呢？可是这事儿在扈小姐身上不仅没有，而且说句洋词，这姐们还患上了斯特哥尔摩症候群，她一门心思的就爱上了
梁山这个组织说到这儿，咱们插一嘴，你觉得合理不合理吧？就是我把你全家老少都给杀了，然后呢，你还一门心思的要嫁给我，你说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姑娘？我知道有些女孩爱流氓爱得死去活来的，但是前提是这流氓对她也好，流氓也带她去风花雪月见识，也没说哪个流氓把你们全家杀了，然后这姑娘还哭着喊着要嫁给流氓呢。你听过这故事吗？没有吧？也就是施耐庵施老笔下的《水浒》里的扈三娘才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吧？你听着是不是不真实接？下来还有火并之后，宋江乱点鸳鸯谱，把这扈三娘许配给矮脚虎王英。这矮脚虎王英和扈三娘怎么认识的呢？俩人打架打了之后呢，这王英没打过扈三娘，让扈三娘给他活捉了。而王英这人呢，既好色又猥琐，长相不好，身高还矬，就这么个男的，你说有这么干的吗？身负血海深仇的扈三娘居然同意了书中写道啊，扈三娘见宋江饶他一命，便觉宋江义气深重，这婚事也就推不得来，只得拜谢。哎呀，推不得和，只得拜谢，这俩词儿很有意思。他可能是表明扈三娘心里边虽然不太喜欢这结婚对象，但是呢，他又十分感激宋江。感激宋江什么呢？饶他一命，还是感激宋江招他入伙那几天之前杀父之仇哪儿去了？灭门之恨你就忘了？难道这扈三娘居然一夜之间被宋江给洗脑不成吗？各位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每次看《水浒》，扈三娘这段你说破大天我都不信。你说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为了活命，为了身负血海深仇，我隐忍不发，到后来我再报仇，那我信。可是你说为了这个自己苟活，放弃了灭门杀父这样的血海深仇，这能理解吗？忍辱偷生为的是报仇，他为的可不是就让自己一直忍辱偷生啊！当年伍子胥全家被灭，满门抄斩，只独留他一个，他远走他乡无。国界兵后来班师回朝，报了全家灭门之仇。那我这苟且偷生，我为的是报仇啊！可是这扈三娘好像就把报仇这事儿给忘了，仇不报也就算了，还感激涕零，还替仇人卖命。书中说道，说这户小姐自从归顺梁山，整个人洋溢着不惧怕艰难的革命精神，为梁山事业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和灭门仇人称兄道。第把酒言欢，有这么二的女性没有啊？这心也忒大点了，这不是心大呀，这就是没心呐。思来想去，我是这么看扈三娘的：要么这小姑娘打小被洗脑，在家一切都是父兄安排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对人对事，根本没有自己独立判断能力。现在到了梁山看宋江颇有长者风范，那就习惯了，一切都听带头大哥的。一句话没脑子，各位，这女神有没脑子的没有啊？我个人还觉得前前后后扈三娘这个角色的行为极其不合理，非常不真实。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人吧？也就是说，这是施耐庵故意把他写成这样的，只有这样想这事儿他才说得通啊。那为什么作者给了扈三娘美貌和武艺，她仍然是个花瓶呢？因为他没有独立的思想人格，也没有人类的基本感情，他不会爱，不懂爱，也不会恨，也不懂恨，他没有脾气，没有血性，他就是个摆设，就是作者拿来穿针引线操控的工具，他强行服务于剧情发展和形象极其负面的孙二娘顾大嫂没有什么两样，就是俩字儿陪衬。那么施耐庵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归根结底啊，《虎传》是一部彻彻底底的男性小说，施耐庵要把这英雄世界绝对的男性化，所以无论是孙二娘还是扈三娘，再怎么跟男人一样英雄了得，都不过是服务于男性化这一主题，都是小说情节的陪衬，他们的存在只有一个作用，衬托出男性英雄们的英勇和潇洒。咱们再来看看《水浒传》里另一类女性角色，以潘金莲为代表的所谓的祸水红颜，提起他们呢，数百年来都是骂上两句什么狐狸精啊、荡妇啊、水性杨花呀、最毒妇人心呢，那嘴上骂的那叫一个咬牙切齿啊！但是在我看来呢，这几百年来，作者施耐庵和《水浒传》的读者们对这几位女性太残忍、太不公平。为啥我这么说？你听我给你分析啊。这头一个要说，这肯定是赫赫有名的潘金莲啊。都说潘金莲是水性杨花的代名词，可是按我读书的理解，这就是对潘金莲的污蔑。首先，咱们来说，为啥潘金莲会被骂水性杨花？第一个，你是嫂子，你三番五次勾引小叔子武松；第二个，你是被富商西门庆一番勾搭，俩人就奸夫淫妇了。说一个女子行为不端，如果只是一次，那可能是有冤枉她的嫌疑，可这两次都是实打实的铁证如山，我还能冤枉她吗？各位，即便如此，咱们还得说潘金莲她还真不是水性杨花的女子啊，为
啥这么说？我跟你慢慢道来。咱们先说啊，水性杨花到底什么意思？到处都是说，哎呀，水性杨花这个那个的，水性杨花到底什么意思？我这儿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版的成语词典第1006页，水性杨花那上面的解释，像水那样生性流动，如杨花那样随风飘扬，比喻啥女子用情不专。那好，咱们来看看。潘金莲勾引武松之前有真心喜欢的人吗？有人说有啊，她丈夫不是武大郎吗？各位，武大郎是她真心喜欢的吗？她不是啊。咱先说说这潘金莲是怎么嫁给武大郎的。这潘金莲啊，原来是张大户他们家的婢女，就是佣人。可是张大户就为了报复她，在阳谷县海选选出最丑的男的，这一海选武大郎总冠军超比无敌丑有多丑？3寸丁骨树皮，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四面掉馅，炫不出一个嘎嘎鲁班来了，都得急死。这个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是谁说的？不是人说的，就是潘金莲说的。那就这么一个男的，有人说他心地善良，废话，心地善良多了去了，又不是你一个心地善良的，你说就这样一个男的，无论从外在条件还是精神层面，他跟潘金莲不是一个频道啊。换句话说，相貌不合也就算了，三观不统一。啊，书中写道，潘金莲不仅长相姣好，身材姣好，关键是文断，自诗书诸子，针织女工无一不通。更何况刚才我说了，嫁给武大郎是为了报复你啊，嫁给你之前人，我们是张大户家的婢女啊。平日里虽然不说大富大贵啊，但是富贵门里的生活，那我是门清的呀，我是见过大世面的呀。那你武大郎是什么人呢？你是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卖炊饼的。按照现在话说，你是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呢，咱俩不是一个频道，咱们俩怎么可能长久生活在一起？我怎么可能对这武大郎暗生情愫呢？这不可能吗？所以他一见武松高大帅气威武挺拔，他能不动心吗？他能不一见钟情吗？完全可以啊，他动情是完全符合人性的呀。武大郎本来就不是他喜欢的人嘛，更不是他主动选的丈夫嘛，那凭什么叫水性杨花呢？我举个最粗暴的例子，那就是现在的那些追星族，明明已经有老公了，看到那些奶油小生和小鲜肉不一样，两眼冒桃，你说我现在这样说你是水性杨花，你会不会抽我嘴巴呢？那你凭什么要说潘金莲是水性杨花呢？第二个，不能说潘金莲水性杨花的证据是咱们得翻翻潘金莲的旧历史。说起来啊，这姑娘命着实苦啊，打小是爹不疼娘不爱，被卖到一个土豪人家当婢女。婢女这个职业说白了就是奴隶命运，是完完全全由主人掌握，是打是卖是推火坑，都只能自认倒霉。更惨的是他这位土豪主人偏偏是个好色的猥琐渣男。前面我不是给各位说了吗？见到潘金莲貌美就弃，老色心3番2次的性骚扰。各位，如果说潘金莲真是水性杨花，眼前就有上位的机会啊，男主人有钱有势，还不用他主动勾搭我，为什么不顺水推舟一下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搁在《红楼梦》里，这就是袭人平儿的待遇啊，搞不好能捞个姨太太的身份，从伺候人的变成被人伺候的。可潘金莲怎么选的？不仅不顺从，还把男主人骚扰的事儿捅到了正房太太那里，结果就有了后来被男主人打击报复下嫁武大郎嘛，才有了后来遭王婆西门庆设局拉他下水嘛，才有被武松虐杀的悲惨结局嘛。如果潘金莲真的水性杨花，那她一开始就从了张大户多好啊！如果她真水性杨花，就不会被武松拒绝之后就怀恨在心。那么潘金莲到底是个怎样的女人？她到底图个啥呀？我问问大家，被潘金莲看中的武松和西门庆有啥共同点呢？长得好看吗？颜值高吗？身材好吗？会拳脚吗？一个是打虎英雄县公安局局长，一个是谈吐有情趣、出手大方的中年富商。再来看看潘金莲不喜欢的张大户和武大郎，虽然都可以给他一辈子的安稳保障，但对不起，长得不好，年纪又老啊！一句话，潘金莲在现实安稳和理想爱情之间，她追逐的是后者，并因此迷了心智，被王婆撺掇着走上了出轨并毒杀亲夫的不归路，惨死在武松的手中啊！再说《水浒》里另一个跟潘金莲齐名的女子，她叫潘巧云嘛。潘巧云的丈夫叫杨雄，国家公务员，武艺好的不得了。按理说这样的丈夫不错了吧，工作不错，武艺不错，相貌不错，这婚姻比潘金莲美满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的日子太好过了吧？就这样，这潘巧云还跟一和尚偷情呢，这叫不叫水性杨花呀？各位别急着下判断。书里写道啊，自打潘巧云和杨雄成婚之后，杨雄就总是加班，一天到晚不着家
即便在家，也是一门心思舞枪弄棒，把新婚妻子丢在一旁。于是乎，独守空房的潘巧云，一次偶然进庙烧香的机会，认识了和尚裴如海，后来奸情败露阳。熊借还愿之名，把潘巧云骗至翠屏山，扒光衣服剖挖心肝，连随同跟来的侍女莹儿也被他劈成两半。这凶案画面实在是太血腥、太残忍了。潘巧云大概是《水浒传》里死的第一惨的女子，可问题是潘巧云错的这么大吗？当然，婚内出轨肯定是不对的，可是她为啥出轨？一个巴掌拍不响，婚姻不幸啊！临死前，潘巧云怎么说的？嫁给杨雄那2年还不如跟师兄在一起。2天，你想想她跟杨雄的婚姻生活那是有多可悲。如果说潘金莲婚内出轨、毒杀亲夫、杀人偿命，算死有余。姑呢，潘巧云呢，只不过就是婚内出轨加上说谎嘛，就被无情分尸了，至于吗？各位，再想想，为什么在施耐庵笔下出轨的女性就非得一死了之，还非得死得这么惨？这是作者施耐庵心理变态还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感情出轨会引发这么严重的后果，非得偿命不可呢？这就得说到时代的因素啊。水浒讲的是北宋末年的事，成书于明朝年间。无论是宋也好，明也罢，对女子的要求，各位都知道吧？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四从子。一个女子生下来就一件事，相夫教子。在法律上，它是男性的财产和生育的工具。别说追求什么爱情，想出去工作都不可能，那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么在这样的家直观之下，一个女子嫁人之后，如果婚姻不和谐，丈夫可以休妻再娶，也可以3妻4妾。女人不行啊，有个东西压得她们喘不过气，叫贞节牌坊啊。不管是她不喜欢丈夫，还是丈夫不喜欢她，通通只能忍。别说像潘金莲、潘巧云这样的喜欢上丈夫以外的男人，哪怕是被别的男人看了一眼，都要背上淫荡的污名，全世界的人都要来批评她、羞辱她，让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啊！所以在《水浒传》里，潘金莲、潘巧云这样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女子，那就好比一颗颗毒瘤啊，多留一颗都可能玷污这些好汉，必须杀之而后快。只有让他们死得越惨，才能彰显好汉们的英雄气概和光辉形象啊！书说至此，肯定有很多人夫妻可，你别总一直盯着这些糙女汉子或者是出轨女子，你聊聊书里边写的正面而美好的那些女子行不行？难不成这书里边没有一个施耐庵喜欢的女性吗？你别说，真有那么这些正面而美好的女子，在作者施耐庵眼中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这要说的正面和美好，正是东京的花魁娘子李师师。这位花魁长的那叫一个棒啊！国色天香，倾国倾城，漂亮到什么程度？各位，连皇上宋徽宗都坐不住了。从皇宫奔窑子挖地道，我也要跟李师师约会啊！不时的还微服出宫和李师师相会。宋江那会忙什么呢？忙着就要招安呐，他得跟天子表明他的忠义啊，得表忠心呐，他这一腔热血得泼皇上一脸呐。是无奈啊，因为奸党横行挡着他表白的机会啊，所以宋江就把这念头动到李师师身上，想通过他牵线搭桥，给这皇上吹吹枕边风，接纳宋江等梁山好汉。可惜啊，宋老大连去2回都撞上皇上串门没说成，后来还是靠着浪子燕青灵机一动，自告奋勇的走了李师师这一遭，这才又重启希望啊。要说这燕青小哥呢也不得了，那小伙长得也是相当帅啊！如果你们想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帅，你上百度搜我的照片，我叫刘学啊，你搜一下就基本上就是这么疯倜傥啊，人见人爱的燕青，一见花魁娘子，那小嘴跟抹了蜜似的，那别提多会说话了。再加上吹个箫啊，唱个曲啊，把这李师师逗得就很是开心，慷慨答应帮梁山好汉牵线搭桥，随后招安大业才尘埃落定。这期间，李师师更是帮燕青讨要了一张特赦令，成为燕小哥日后行走江湖得以善终的最大依靠。各位怎么样？是不是闻到了一点恋爱的味道呢？没错，李师师肯这么尽心尽力的帮燕青，除了拿人手短，更因为他真的对这位青年才俊动了心。可惜啊，燕青怕耽误大事，不敢应允，只强行认了师师做姐姐，掐灭了这对爱情的小火苗。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师姑娘这位神助攻，梁山好汉想成功招安门都没有。所以在《水浒》里边，李师师这角色被赋予很多光环，不但色艺双绝，更是深明大义，深刻理解宋江等好汉被逼上梁山的苦衷，还称他们为义士甘愿一身。范闲给他们牵线搭桥，身处风尘多侠气，堪称《水浒传》里最耀眼的
女性角色吧。可是，即便是这么个对梁山有大恩的正面角色作者，也免不了要泼几瓢。水啊，说李师师看上燕青啊，那是妓女水性；说燕青拜师师为姐，这一拜止住了。那妇人一点邪心，说燕青能心如铁石，不沉迷酒色，是好男儿啊。各位，你听，各位，这都什么话呀？人家给你帮完忙了，你利用完人家了，还泼人脏水，骂人妓女水性杨花，还骂人家喜欢燕青是邪念。哎，我就想问问施耐庵施大哥，你这么写，他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我仔细想了想啊，他这么写，除了他本人的严重性别歧视，背后还有整个时代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唐代是中国性别最平等的朝代，出现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你还能在当时的绘画啊，这个雕塑啊，能看到女人骑马、女人打球、女人从事各众活动。可是到了宋代，这些影子就通通消失了，大部分女人只能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写诗、做针线活。为什么？最大的原因就是时代思想的变迁。宋朝年间，儒家思想再次取代佛教、道教一统天下，而儒家是最重视男女大防的严格的规定，女人就应该如何，男人就应该怎么样。当时有一种新兴的儒家思想叫理学啊，非常强调道德的作用，什么存天理、灭人欲啊，饿死事小，事结事大呀，把女人对自己的贞洁、对丈夫的服从、对婚姻的忠诚看或是头等重要大事，怠慢不得。如果你想了解那个时代的这种转变，你可以听我另外一本书《出门左转游》啊，咱们说过叫《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我把这段历史说得很清楚。咱们说回来，这种思想不断的传播到了施耐庵老先生的时代，元末明初，那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啊。如果有女人在丈夫死后坚决不再嫁，那就应该立一个贞节牌坊，好好表彰一番吧。假如有女人胆敢出轨，那是要遭天打雷，批万人耻笑；再有的地方是要进猪笼的，关在一个木笼子里，扔到江中去，活活淹死你啊！所以施耐庵笔下的女性，要么就是抽离了女性化特征的男人婆，要么就是没有脑子和主见的附庸。但凡有点主见，对自己的人生情感有需求、有想法的，通通要打入18层地狱，遭到男性英雄的砍头、挖心、挖肝，成为彰显英雄气的牺牲品。即便如李师师这样的色艺双全之书，达理有通天之能，又对梁山好汉有天大恩情的女子说，到底你也是个不守妇道的风尘女子啊！而这恰恰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人对女性的固定性。象贤妻良母是脸谱化的，没有生气的男人可以敬，但不会爱不守妇道的。潘金莲是要被鞭挞的，男人可以玩弄，但是瞧不起。最后他们把对女性的所有好幻想都寄托在了李师师、柳如是、董小宛这样色艺俱全又兼具侠义情怀的风尘女子身上。因此无论她们多么美好，多么才艺高超，都有妓女这个卑贱的身份，让那些穷书生们高姿态的俯视和赏玩，造成中国传统文人这种扭曲心态的理学思想首当其冲。事实上，这种理学的教条不止强害女性，把偏离婚姻家庭丈夫的女人都贬为洪水猛兽，她同样害了男人。为啥这么说？孔子曾经说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这句话仅仅是哀叹喜欢道德的人远远少于喜欢七情六欲的人，还没有完全否定色的价值吧。可是到了理学的时代，色和德就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你在欲望和道德、爱情和道德之间，对不起，只能选一个。你好了色，有了情，就做不了正人君子了，当不了英雄好汉了。所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背负的是千古骂名啊！所以儿女私情被儒家士大夫视为洪水猛兽嘛。正因如此，《水浒传》一书处处在千方百计警示读者女性，特别是漂亮女性危险啊，妨碍人生啊，要勇于拒绝啊，不谈恋爱，保持单身，保持整身童男，你才能练成神功嘛，那才是上上之选嘛。不管是燕青拒绝李师师，还是无数梁山好汉视女人于无物，都是这种潜意识的表现力图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但是这样的男子气概真的好吗？在今天看来，不正视自己的情感欲望的需求，大概也不会有一个完整的人格。而一个忽视女性存在的社会，大概也不会是个好的社会吧。好了，各位，《水浒传》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也就全部结束了，大家别误会。虽然咱们今天批判了很多水浒里女性形象刻画的失败，但不妨碍这《水浒》是一部老少咸宜的精彩小说。各位如果还有什么不同见解，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我是阿牛，咱们下期再会。